2014年12月14日，一聲巨響震驚了所有人的睡意。小伙隨手將炸药塞进取款机內，引燃导線，双手抱头，趕忙往外竄。轟隆一聲，銀行取款機錢箱被炸了出来。门外的蒙面男子毫不猶豫，衝進來，提着錢箱就往外跑。這樣猖狂的匪徒，一般來說在電視和電影經常出現，但在現實中真是難得一見。可以說監控中的男子手法嫻熟，並非是第一次作案。無論是從炸藥使用量和逃跑時間來看，都是江湖行家所為，平時也靠爆破這行討生活。那麼如此窮凶極惡之人，到底是誰呢？為何要明目張膽搶劫銀行 ATM 機？這也給当地警方出了一個大難題。如果對故事感興趣，那麼點個關注，點個讚。我們接着往下看。持刀槍搶劫銀行的戲碼沒少在電視電影中上演，但多次用炸彈炸毀取款機，前幾次偷到的錢財才200出頭的離譜故事卻不多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何方神聖，私自制造炸藥，還成功把取款機炸毀，且反偵查意識了得，若不是棋差一招，恐怕還真讓他逃脫了法网。故事還要從2014年寒冬的一個深夜說起。大家忙碌一天後，精神最疲惫的时候，就是叶茂军出手的时候。只聽一聲巨響，銀行取款機被葉茂軍放置的炸彈炸得粉碎。葉茂軍拿着大量的錢便匆匆離去。炸彈爆炸的聲音把附近的人都嚇了一跳，一些好奇心強的人連忙探頭出來，看看發生了什麼事。看到銀行傳出滾滾濃煙，有人連忙報了警。警方接到報案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，在與銀行工作人員溝通過後，確認這次銀行損失的金額應該在9萬多元。炸彈危險係數高，且涉及金額不小，後續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還有再次作案的動機。因此警方迅速成立了專項偵破組，以求最快的速度突破此案。警方查看銀行提供的监控時，發現此人並不簡單。事發時間是凌晨3點多，一位全副武裝，面部也用黑布蒙着的男子來到了銀行取款機。他先是環顧了一下四周，確認沒有人，隨後動作利索地將炸彈放置在取款機的出鈔口，點燃引線後迅速離開取款機。只見一聲巨響，取款機被炸彈炸得粉碎，而取款機處的監控攝像頭也被炸毀，因而看不到後續男子的動向。但可以推定的是，男子炸毀取款機後，迅速拎着錢箱離開了現場。男子看起來像是老手，整個作案過程沒有一絲猶豫，並且也沒有留下指紋，僅僅3分鐘的時間就把錢帶走了。現場遺留下來的證據僅僅只有一個腳印，還有一根水管。這樣的證據線索讓案件推理走向僵局。水管是市面上十分常見的，而僅僅一個鞋印也並不能確認嫌疑人的身份。就在專項侦破組一籌莫展時，有一個不算好的消息傳了過來。男子這次炸取款機確實並不是第一次，真要算，應該是第6次。那為什麼前5次都沒有引起警方高度關注呢？因為這嫌疑人炸毀取款機後，卻沒拿什麼錢。5次出手，偷到的錢加起來不過200元出頭。銀行也不希望傳出自家取款機被炸的消息，避免給自己銀行造成不好的影響，所以一開始便沒有認真關注這件事。有了統一的線索鏈條，警方便整合了這幾個案子，集中進行調查。在警方調查過程中，發現被炸的取款機附近都有一種白色的粉末，而這白色粉末正是爆炸物的轉化劑。沒有點化學學歷，可控制不好這玩意，所以警方推測，
這位嫌疑人恐怕是個高學歷的爆破人才。警方又通過多個路段的監控，確認了嫌疑人一些常出現的街道場所。在蹲守多日後，終於成功将嫌疑人抓捕歸案。與警察想象中不同，葉茂軍不過是一個中專學歷的普通打工人。被警方逮捕時，他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衣服，寒夜裡凍得瑟瑟發抖。還是民警看他凍得可憐，把衣服借給他穿。在喝了一杯暖開水後，葉茂軍對警察敞開了心扉，並且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。因為學歷不高，所以葉茂軍只能打打零工，過着高不成低不就的日子。雖然自己动手能力不弱，但很多公司看到自己的学歷就婉拒了。在別人吃香喝辣的年紀，他每天掰着手指頭算日子，一頓熱乎乎的泡面都是奢侈。突然有一天，他看到一部電影，裡面播放了一個片段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主人公用炸彈把取款機炸毀了，然後把現金帶走，過上了瀟灑的日子。葉茂軍看完後不禁萌生出一個想法，自己对軍事武器也算是比較了解，為什麼自己不試一下呢？他躲在荒山野嶺，每天廢寢忘食地研究炸藥，在多番實驗確認炸藥威力後，他便開始了自己的爆破旅程。一開始葉茂軍只是想吃飽飯，後面便想着直接幹一票大的，以後吃穿不愁，所以前面幾次沒拿什麼錢，最後一次卻拿走了9萬多元。一拿到錢，葉茂軍便上山躲藏，想着和前幾次一樣，風頭過去了，自己便自在了。沒想到這次卻被警察抓捕歸案了，被他藏到了寺廟的地磚下的錢，也被警方成功追回。葉茂軍在爆破方面可謂是天才，可惜卻走了殊途，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。還是希望他出來能好好做人。走陽光大報。